谢尔比家族回来了。在汤米败得最惨的一次之后，他能否死灰复燃呢？我是瓜皮儿，剃刀党最终季前情提要。从伯明翰到下议院，汤米·谢尔比经历了重重困难，却从未倒下过。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谢尔比家族也回到解放前，而这却是因为麦克的失职所导致。为了让资金运转起来，汤米与陈南合作，依靠鸦片赚下了不少的钱，用来填补空缺。但麦克野心太大，他想坐上王位，又有个美国媳妇儿在身后撑腰，夺权汤米的事儿从暗斗变成了明争。也在此时，法西斯主义者莫斯利对汤米伸出了橄榄枝，此人狡猾恶毒，阴险至极，和纳粹老大有点交情。他在英国成立了法西斯联盟，拉拢了不少达官名贵一起搞独裁，其中就有汤米的一席位置。汤米原本计划得很好，打入敌营，从内瓦解，一鼓作气除掉莫斯利这个祸害。为此，更是和阿尔菲摒弃前嫌，站在了同一立场。他安排兄弟们埋伏在了宾利厅，届时莫斯利会在这宣布法西斯联邦的成立，这是汤米算到最好的下手时机。可世事难料，神枪手巴尼、狠人戈尔登两名大将突然遇害，行刺计划也随之失败。但让汤米想不明白的是，莫斯利对此事并不知情，一时间他陷入了焦虑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呢？带着这种心情，汤米走进了迷雾，见到了心里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个女人格雷斯。他抬枪对准太阳穴，决定以死结束这一切。扣下扳机才发现这是把空枪。随后丽兹走过来告诉他，亚瑟早就卸了子弹，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。见到汤米吐了，就预感到汤米会做傻事。曾经汤米的儿子被人绑走过，那时汤米就焦急到吐出酸水。这种情况下的汤米是最脆弱的，也是最容易犯傻的。丽兹把子弹丢在了汤米面前，提醒他想自杀的话自己装上，想通的话就站起来，别当一个不告而别的懦夫。汤米在泥地里趴了很久，他最终站了起来。身体脏了可以洗，衣服脏了可以换，但尊严和信念是不能被任何东西玷污的。他只能惋惜地告诉天上的母亲，对不起，我还不能走。很久之前，查理就讲过这个故事。汤米的一家是有诅咒的，他的母亲是自杀，外公也是自杀。当时查理就告诉过汤米，你必须要坚强地活下去，负重前行。调整了状态的汤米回到房间，早有一通电话在等着他。电话那头的女人是斯温，曾拦截企图背叛的麦克并通知汤米的人就是他。斯温是爱尔兰阵营的，他们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汤米，而这个女人打来电话就是要解释一切。根据当下的局势，爱尔兰共和军不能让莫斯利出事。爱尔兰共和军隶属于新芬党，而这新芬党就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一个政党体系。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立场也是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他们是抵抗英国殖民解放爱尔兰的正义之士，也有人认为他们就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极端组织。在铁道党第一季到第二季，也就是1919到1922这个时间线里，那时正发生着爱尔兰独立战争，是一战之后爱尔兰对英国发起的反击的开端。那时伯明翰就总会出现共和军成员，而且是根本不把汤米当回事的那种，只是后来签署了英爱条约，双方才休战。事情缓慢进展到了剃刀党第二季末的事件线。当初汤米劫后余生被丘吉尔救下，在那之后爱尔兰内战开始了，反对英爱条约跟支持英爱条约的两大阵营相互厮杀。美国队长三告诉我们，内战伤害更大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又分裂成了两个势力，一个是支持条约的爱尔兰自由邦，另一个反对条约仍叫爱尔兰共和军，只不过人们更喜欢称他们非正规军。双方战到最后，以非正规军的投降落下帷幕。即便如此，非正规军还是存在着，而且继续打着共和军的名号寻求独立。久而久之，演变到了我们本季的时间线，这个斯温就是共和军的人。他们早就被英国政府视为了非法组织，如此一来，阻止汤米刺杀莫斯利的动机就成立了。莫斯利的行为是在把英国推向深渊，而作为反对条约的非法组织，共和军他肯定希望英国越来越好，这其中的关联，汤米很快就想明白了。斯温还让人送来了3具尸体，对，是3具尸体。巴尼和戈尔登在当初被共和军的人给杀害了，那么另一具尸体是谁呢？他们共和军早就调查透了谢尔比家族的构架。斯温透露，他是汤米最大的靠山和倚仗，目的就是告诉汤米，没人比我们共和军更合适做你的后盾。见到这具尸体，汤米一下绷不住了，他就是谢尔比家族的核心，剃刀党的精神支柱波利·格雷。姨妈波利的死敲响了警钟，代表着谢尔比家族彻底分裂，也敲碎了最后的防护墙。没有了这堵墙，汤米和麦克将会反目成仇。火葬过后，他们分道扬镳。一晃4年，时间来到了1933年底，
这一年很特殊，经济危机进入了尾声，罗斯福任命为美国第32任总统，并解除了禁酒令，苏联政府也被正式承认，双方成为了当时世界2大主导力量。当时的中国还在举步维艰，但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次举步维艰，这头东方巨龙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世界最强之一。回到汤米的视野里，他抵达了密克隆岛，岛上的居民多是法国后裔，这地方很穷，百姓一直都是靠着自制酒水维系生活，因为他们有着天然优势。密克隆岛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域之外，是走私酒水搞进出口的最佳地方。禁酒令的解除意味着他们酿造酒水的求生之路彻底结束，没了竞争力也就没了利润，穷上加穷。汤米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见麦克。这密克隆岛属于纽芬兰的领地，选择这里也是因为汤米与这里的军官相识，他们是一战时期的战友。如此一来，若是与麦克等人发生冲突，汤米也能做些后手准备。他来到了约好的酒店，汤米西装革履的模样和当地居民形成了巨大反差。这4年来，汤米把酒戒了，就是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状态。在吧台点了杯水喝，这个举动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。在他们看来，就是这群所谓的商人驱动了禁酒令的解除，堵死了他们的发财之道。老板对汤米还算友善，他告诉汤米，楼上的会议室正在打扫，岛上每天都有酒鬼闹事，有些破坏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其中一个男人对汤米出言不逊，因为他在这个以酒为生的地方喝水是一种挑衅行为，况且还是在这禁酒令解除的12月5号，简直就是搞上加搞。汤米懒得理会他，递过去一张名片，男人看都没看就烧了，强行把汤米的水换成了酒。戒不戒酒他不管，男人要求汤米必须给岛上的人敬一杯。过程中，老板一直提醒他别得罪人，可男人不听，甚至想动手。戒了酒的汤米反应迅猛又冷静，只能说强的一匹，一瞬间就震慑住了所有人。他现在以德服人，没有对任何人下杀手。禁酒令本就对岛上来说是末日，汤米不想让这个末日添上一个悲剧。他上了会议室，点了根烟，静静等待麦克的到来。这4年来，麦克在美国混得不错，两兄弟见面后还是那些简单的问候，就好像这4年根本没变。波利的死是麦克无法翻篇的旧账，他本是还指望着今日一见，汤米已经给波利报了仇呢。这话显然是在阴阳怪气儿，但汤米却不在意。他话里有话地告诉麦克，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，复仇是需要等待时机的。汤米胜利筹，随后开始了正事儿。禁酒令的解除对酒业肯定是巨大打击，他们或多或少有损失。但汤米还是个商人，他看到了另一个机会。他和陈南合作了多年，用的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纯的鸦片，供应链稳定，口碑也一直不错。汤米想借美国人之手把这东西卖向美洲，这东西麦克尝都不用尝，他当年就负责跟陈南的对接，自然清楚这东西的含金量，所以关于货的质量问题，他100%相信汤米。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密克隆岛虽然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管辖范围内，但这边还是属于法国管辖范围的，当地的警察难道就不会刁难吗？汤米直言自己跟这里的军官有交情，还给了军官1200万法郎作为贿赂，保证以后的货船不会被警察刁难。等于说汤米把路铺平了，只需要美国人往上走就行。结果美国人来了句，我们得上报杰克。杰克就是吉娜的叔叔，也就是麦克上头的老大。这让汤米内心有些吃笑，你麦克都做不了决定，那还出来扯什么蛋？当然这话汤米没有说的那么直白，显然呢，作为入赘的女婿，麦克在那边也没什么实权。美国人疯狂吹捧杰克，直言我们老大没有黑历史，言外之意是想告诉汤米，我们现在是正规帮派，以前的勾当早就消失了。汤米岂能不懂啊？他表示有些东西不是消失了，只不过是有人抹除了罢了。他很尊敬杰克，因为两人的经历很相似，同时让美国人记得给自己带个好，简单一句话就平衡了现场的温度。麦克注意到汤米一直没喝酒，汤米说威士忌就像柴火，会让你脑中的聒噪越来越旺。戒酒的事一出口，美国人哄堂大笑，那意思就好像黑帮不喝酒等于是汽车不加油啊，还讽刺汤米文艺兮兮的。汤米也不当回事，让他们尽快通报杰克后就准备离开了。哪知美国人再次发难，非得让汤米再文艺一次。看了眼美国人，又看了眼麦克，汤米坐下了。美国人得寸进尺，给汤米的酒杯续满了，嘴上还说着给你加点男人味儿。这些犯病呢，汤米也没在意。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他见多了，他干脆就再文艺一次。I was angry with my friend. I told my wrath. My wrath did end. I was angry with my foe. I told it not. My wrath did grow.
这是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《一棵独树》。可显然呢，这群美国佬根本就不读书，反倒是麦克听懂了。指使压制之后，汤米临走前又说了一件事，他有个朋友透露说杰克的组织里出了内鬼，显然美国人对此事根本不知情。汤米在男人耳边说道，那个人有着刻着玛利亚字样的心脏纹身。美国人来之前的牛逼劲儿现在荡然无存了。汤米把一整包的鸦片留给了麦克，之后就下了楼。远在英国豪宅里，谢尔比家的孩子们在疯狂嬉戏。12月是临近新年的日子，在咱们国家来说等于是正月了。丽兹相当无语，喜剧大师卓别林不远万里地送来的投影机，结果孩子们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光顾着玩闹。如今谢尔比家的孩子们太多了，艾达的大儿子是弗莱迪的，小女儿是雅各尔的，丽兹的大儿子是格雷斯的，小女儿是自己的，亚瑟和约翰也分别都有后代，可谓是热闹之极了。只不过这个好日子里，大哥亚瑟又嗨了，原本应该扮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，结果却躺在楼梯间跟孩子玩中枪游戏。艾达在厨房找到了他，这个大哥整日不是酗酒就是嗑药，当妹妹的心里也很难过，如果波利还在的话，绝对不会让他变成这样，最后只能让别人来扮演圣诞老人了。丽兹透露，明天他就会和2个孩子坐船去找汤米，一家人好好度假休息一下。其实丽兹心里很清楚，波利不在了，汤米又戒酒了，这个男人肯定经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痛苦。家人们都以为汤米去度假了，其实他还在忙生意。直到麦克等人上了船，汤米给警察打去了电话，透露一个叫麦克男人手里有5斤鸦片，描述了身体特征后，警察想知道他是谁。汤米直言，我是热心市民汤先生啊。之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去美国，这一切都在汤米的计划之中。到了晚上，艾达和儿子聊了几句，这一晃孩子也长大了，什么都懂了，对于家族的事业也知晓了一二。一通电话没完没了的响着，艾达根本就不想接，他早就不是哥哥身边的助理了，但铃声不断，他还是接了起来。这一接是气得火冒三丈啊！原来亚瑟跑到陈丹的地盘去嗑药了，已经不省人事。艾达赶到后气场压制，告诫当地谢尔比家明文规定，不许给亚瑟提供鸦片，后果你们应该清楚。言罢，撕开了大哥的衣服，用口红写下了他的名字，之后就等着人来认领吧。当然了，汤米的规定是谁给亚瑟提供鸦片，谁的身上就要被刻上亚瑟的名字。艾达这还是心软了。诺福克监狱是专门关押流放英国人的监狱，麦克早就被逮进来了。吉娜气势汹汹地赶了出来，非要问个究竟。狱警倒是体贴，给他们留了私人空间，但其实这监狱里都是汤米的人。麦克叫来吉娜，自然是希望他联系杰克，让他想办法把自己捞出去。但汤米要和杰克谈合作的事儿，吉娜已经知道了。他不认为现在的局势还在麦克的掌控中。当然了，麦克也确实没错，只不过在老婆面前装作尽在掌握的样子。他以为自己被抓住是因为组织里的内鬼出卖了自己，反正夫妻俩是一条船上的，吉娜也只能去想想办法。但他还是很不理解，世界上那么多能人，为什么麦克就必须跟汤米合作？麦克只能坦白，他这次要了结一切。吉娜口口声声答应麦克回去联络叔叔，结果回了家就尬起了舞。前台打来电话，吉娜点了点头，很快汤米就过来了。汤米自然还是为了跟杰克的合作，他清楚杰克的势力，光明正大的黑老大，还跟总统罗斯福有些交情，绝对算得上是当地巨头了。吉娜也臭屁得很，直言这是美国，不是伯明翰，你汤米在这没什么面子，还表示杰克不可能跟你合作的，鸦片的东西是违法的，杰克现在走了白道，是不能有任何污渍的，况且他都跟总统打上交道了，还在乎这种小打小闹的生意吗？这些话对汤米早就想到了。Falking 先点了根烟，嘬了一口后告诉吉娜，麦克进监狱的事儿是我策划的，目的就是要让你杰克叔叔面临两难，要么动用关系救下最疼爱侄女的丈夫，而这个丈夫是走私鸦片违了法的，要么就见死不管，让侄女很难堪不说，手下的兄弟们也会对他有意见。气得吉娜直呼我丢你罗姆。他让吉娜给杰克带个口信，如果杰克不买鸦片，汤米就会把鸦片卖给犹太人。这么一来，杰克可就难过了。波士顿的北边是杰克掌控的，东边一直没什么发展，但汤米身后的这几大势力一起支持东边的话，那阿尔菲手下的帮派就有实力对抗杰克了。到那之后再想跟自己谈合作就不可能了。汤米这等于是在用战争威胁杰克必须买我的货，这次吉娜可做不了主了。晚上汤米和丽兹通了话，虽然床上还躺着别的女人，还并不影响汤米跟孩子他妈聊天。表达了思念之后，丽兹告诉他女儿最近高烧不退，夫妻俩都认为是普通生病，也没多想。汤米表示自己会尽快回去看望家人。边上的女人很自觉，穿好了衣服拿上钱就走人了。
汤米让丽兹转告女儿，爸爸一定会给她弄一个超大的雪人。聊到舒心，丽兹就说了更多的事儿。女儿是上河边玩完之后回来就这样了，发烧的时候还老说些胡言乱语，说看到了鬼，看到一个绿眼睛的人。这些丽兹没当回事儿，但汤米却突然惊坐起，急迫的要知道女儿还说过什么。他让丽兹马上联络强尼，把女儿说的胡话告诉对方。强尼知道该如何处理，自己会赶最快的船回去，切记看好女儿。挂断电话后，汤米失了神，他多么希望波利能在身边。赶回家之前，汤米来到了监狱，也不见外，直接就对麦克坦白了。杰克在得知这些事后，已经决定去英国和自己谈生意了。汤米的线人告诉他，杰克买了5张票，到时候风云人物都会到场，有杰克的老婆、杰克的情人、总统的儿子，还有杰克本人和侄女吉娜。你猜猜他们邀请谁呀？你呀！话还没说完，递给麦克一封信，这是总统秘书写给杰克的，提醒杰克暂时先别管麦克的事儿。说白了，小崽子暂时被卖了。不过汤米会放了麦克，甚至还会给他资源继续做生意，这不就高下立判了？汤米能照顾他，可别人不会啊。说不定到时候在英国，汤米还能顺便照顾下吉娜。听着麦克在后面各种 fucking， 汤米潇洒离去。依然是剃刀党的味道。作为最终季，这次的故事更加令人期待，也惋惜波利的离开。海伦阿姨于2021年4月16号去世，享年52岁。她在《哈利波特》中出演了纳西莎，又在浴血黑帮当了剃刀党的核心。海伦阿姨的演绎我们有目共睹，她甚至在自己重病的时候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捐了善款。如此一个演员，值得我们尊敬，愿她一路走好。爱尔兰人是直接导致汤米满盘皆输的黑手，为了让汤米顺从，他们甚至杀死了剃刀党最大的后盾波利。姨妈的死直接导致了麦克的反目成仇。4年来，他跑去了美国发展，投靠了美国媳妇儿的叔叔，成为了对方最爱侄女的丈夫。认为时机即将成熟的他，再次找上了汤米，决定向这个害死母亲的恶魔复仇。然而，汤米反手将麦克霸凌，直接盯上了他身后的倚仗杰克叔叔，给对方传达了2条讯息：要么允许剃刀党将鸦片卖到波士顿，要么剃刀党把鸦片卖给杰克的敌人。如此一来，杰克决定去英国考察一下。就在此时，丽兹打来电话，女儿生病了。卢比称自己看到了一个绿眼睛的鬼魂。汤米相当紧张啊，要买最快的票回去。吉普赛人的诅咒往往都是很灵验的，汤米的母亲、外公皆因为自杀而亡，谢尔比家族是被诅咒的家族。剃刀党在生与死之间徘徊，求生谋财。汤米已经不再畏惧死亡，但是他身边的人却一个个离去，从挚爱格雷斯到3弟约翰，再到姨妈波利。汤米虽然不害怕死亡，却害怕保护不了家人。和波利的最后一次对话，姨妈提醒了他，与麦克之间的斗争会以其中一个人的死为结束。直到家里的电话打来，诅咒可能再次应验。念女心切的汤米以最快速度赶回了家，远远他就露出了笑容，因为孩子们正向他奔赴而来。丽兹告诉汤米，这2天孩子退烧了，也健康了。不过汤米还是约了大夫，想亲自确认女儿的平安。在自家投资建造的儿童医院门前，汤米吐了出来，他一直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。所有检查都显示路比一切正常。丽兹提出一家人去旅游散心的建议，汤米长舒一口气，猛吸一口烟，表示自己还有工作要完成，他还是那个充满野心的伯明翰男孩。这一夜的天并不安静，丽兹从睡梦中惊醒，发现汤米不在身边后，提着枪走出了卧室，就看到汤米倒在浴缸边上，全身赤裸，抽搐不停。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地道，还好丽兹发现的早，给处理了伤口。4年来，他滴酒不沾，时时刻刻保持清醒。曾经靠着药物压制的心理障碍，似乎也在破笼而出了。今天这种情况是犯的第2次。第1次是在赶回家的路上，汤米清楚自己的身体不太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得干完最后一票，这样剃刀党才能彻底安息。4年前，莫斯利正式成立了法西斯联盟，同时也把汤米带上了风口浪尖，不免有人怀疑他也倒戈向了法西斯主义。但作为工党的一员，汤米在伯明翰的贡献巨大，他改变了自己的家乡。当下不满英国政府的人比比皆是，他们不允许底层发声，待遇完全不公平。此时的时间线上，工党已经发生分裂。
甚至与早前杰西所在的共产党统一了战线，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反动势力。汤米在伯明翰等同于是工党的小精神支柱，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并宣布会在下一次会议上为百姓发声。此时一个女人缓步走进了现场，她便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斯温，这也是长达4年的合作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汤米。汤米正演讲的动人心弦，要打倒腐败的政府，就瞥见了不远处的斯温。虽然没有见过，但他肯定这就是今晚自己要见的人。虽说共和军弄死了汤米3个家人，其中1个还是波利，但现在还没到彻底翻脸的时候。甚至斯温想提起这件事时，亚瑟都会让他闭嘴。他们爱尔兰人早就听说过汤米的为人，绝对是个丧尽天良的恶魔呀！外人怎么说汤米也不在乎，反倒自嘲一笑，想把丧尽天良的恶魔当作马匹的名字。这段时间来，汤米一直在为与杰克的会面做准备。虽然对方嘴上说了不见自己，但汤米心里还是有谱的。他扔给斯温几封信，其中1封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手信。汤米能做到如此级别的东西，斯温对他添了几分小心，同时也好奇汤米是怎么得到的。汤米却告诉女人，因为我丧尽天良啊。杰克已经在来伦敦的路上了，对外他表示自己来购买酒类进口许可证的，但汤米清楚那家伙就是来打探敌情的。杰克想知道英国政府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，或者说是罗斯福想知道这些。而他杰克本人其实是很贪婪的，他对罗斯福是打探的态度，对罗斯福的儿子却表示自己支持法西斯。他此番来更希望看到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有优势。这就说到了汤米和斯温见面的原因了。汤米需要斯温帮助自己，让杰克看到想看到的局势，等于是汤米又当上了两面派。在工党里他为工人发声，但在外头他还是要支持法西斯主义。汤米将政治比喻成了一个圆圈，而他现在处于圆心的位置。汤米计划把莫斯利在内的所有法西斯主义者介绍给杰克认识，甚至可以把爱尔兰那边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介绍给他。毕竟斯温那边的共和军也想搞独裁，如此一来的话，汤米的鸦片就能卖到波士顿，斯温也能跟杰克搭上线，一起探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，甚至可以帮助杰克当上总统，让爱尔兰共和军在世界上能够立足。可以说汤米的计划和野心震惊了斯温，女人自然是点头答应了。全程的对话艾达都听到了，他找了个机会带走了哥哥，让汤米去管管亚瑟。大哥现在完全成了瘾君子。同时通过刚刚的对话，他对汤米也越来越陌生。汤米不否认自己有些丧尽天良，但他想法从来没改变过，他要打入法西斯内部，从中瓦解这群祸害。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不管艾达帮不帮助自己，他都要一条路走到黑。那个伯明翰的男孩长大了，背负着一切，挑战着这个世界。汤米这种人注定会孤独。他来到了卡姆登镇，犹太黑帮阿尔菲的地盘。守卫告诉汤米，阿尔菲的地盘现在禁止吸烟。这么多年来，阿尔菲还是那个语言大师，把歌剧比喻成了敌人的哭嚎求饶，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。汤米听没听到是不知道，点了根烟是必须的。滚你的阿尔菲，禁止吸烟！汤米无视他的请求，自顾自地说起了风凉话。当年通知卡姆登镇的老大，现在躲在地下室里听歌剧。亲叔叔死在了波士顿，阿尔菲比谁都清楚凶手是谁，凶手自然是杰克。这人拥护法西斯主义，自然和纳粹一样打压着犹太人，家人死了，势力没了，甚至连汤米的烟都没能力掐灭。阿尔菲一直想要一个完美的终章，这次汤米为他写好了，他的鸦片可以无障碍地运到美国，甚至能够恢复阿尔菲家族在波士顿的势力，这些都取决于阿尔菲愿不愿意去复仇。这自然还是汤米最擅长的计谋，给你一块糖，给他一块糖，等你们都得糖尿病之后，我汤米反手掌握胰岛素的制作方法。爱尔兰人亦或者是美国人都比现在的汤米强，却都在被汤米利用。他跟阿尔菲说，咱是兄弟，我不蒙你啊。No. 汤米自然不会搞慈善了。事成之后，他要拿走卡姆登镇一半的厂房，用来给穷人们搭建房子居住。阿尔菲的一个问题直接表明了他会加入，分我多少钱呢？另一边，吉娜又去监狱找了麦克，他带话说过几个星期杰克会把你捞出来，明天他们就会一起前往伦敦。麦克指定是去不了了。麦克强装镇定，点了根烟，让吉娜小心汤米。吉娜自然明白这意思，他表示灵魂和肉体都不会背叛麦克，说着还脱去外衣挑逗起了贼眉鼠眼的麦克。吉娜不妨透露了几个消息，杰克愿意让麦克亲自除掉汤米，因为这也是杰克的想法，到时候让汤米人财两空。夫妻俩还约好每天凌晨5点半进行神识交融。今晚的宾利厅外人山人海，因为莫斯利会再次代表法西斯联盟进行发言。这期间莫斯利的妻子辛西亚病逝了。
情人戴安娜顺利上位，成为了莫斯利的下一个妻子。这个女人城府极深，相当支持莫斯利的事业。今晚汤米自然也会出席，媒体关于他的立场做出提问。毕竟汤米现在代表的是工党，汤米的回答也很有水平。他表示自己和莫斯利是朋友，双方的选区又是相邻的，况且莫斯利也曾是工党的一员，自己今晚出席代表的是两种思想间的桥梁。汤米嘱咐丽兹要对莫斯利表达些慰问，毕竟莫斯利的妻子刚去世不久，同时要对他现在的情人友好一些。汤米还是对丽兹的为人处事方面不太认可。很快楼下传来骂街的声音，原来是亚瑟被人抬了进来，大哥也收到了莫斯利的邀请。显然亚瑟又嗑嗨了，强尼无奈地告诉汤米，他检查了所有地方，谁能想到亚瑟把东西藏在了袜子里，这么一闹腾肯定让汤米有些难堪，但他还是得照顾大哥的情绪，给亚瑟换了白衬衫。今晚的场合他们不能穿黑色衬衫出席，否则会被媒体抓住把柄，将他们当成法西斯的黑衫军。汤米让他别乱了分寸，不只是今晚这个场合，在任何场合他都不能明确表态，必须要模糊地游走在左右派之间，只有获得双方的信任才不会有危机。见大哥还在胡言乱语，汤米一个逼斗就上去了。汤米紧接着拿出一封信，是他不久前和琳达联络的。琳达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愿意回来。汤米让大哥好好整顿自己，戒了那玩意儿。表现好的话，汤米还会给琳达寄信，让他回到亚瑟身边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听闻此言，亚瑟马上的安静了下来。临走前，黑衫军和犹太人打了起来，亚瑟直接上手帮助犹太人。见大哥要吃亏，汤米也是抄起棍子抡向了法西斯。莫斯利的发言很快结束了，汤米远远见他走来，再次提醒丽兹要注意场合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戴安娜直言欢迎英国未来的首相。莫斯利还没出场，来自百姓的一袋面粉就飞了过来。散落间，汤米和戴安娜对视了很久，双方全程没有眨眼，直到莫斯利完成了登场。这自然是汤米的计划之一，他要让戴安娜瞬间记住自己。在这种场合下，丽兹显然太想证明自己了。出于礼貌，戴安娜夸赞了丽兹的耳环，别人都是玩笑话一笔带过的事儿，她非但强调有意为之，说是汤米特意在巴黎给自己整的。这种小心眼的秀优越，反而让戴安娜心里看不上他。汤米想摆脱这种氛围，要求跟莫斯利单独聊聊，哪知这次要带着戴安娜一起，还表示时代变了，男人不用避开女人聊生意。戴安娜更是在一旁添油加醋。汤米脸色有些难看，丽兹却挽紧了他的手，说自己也是董事会成员，我们自然知道这些。见丽兹要为汤米赢回些薄面，戴安娜开始阴阳怪气儿，那就让去过巴黎见多识广的女士一起来吧。汤米心胸宽阔，直接切入主题，想让莫斯利跟杰克见上一面。莫斯利本担心对方图谋不轨，毕竟是罗斯福身边的人，可汤米拿出了之前几封信，让莫斯利放了心。这杰克也是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。说到这儿，戴安娜可以把话题引向丽兹，她吃准丽兹不懂政治，就是个花瓶。丽兹吃了瘪之后就准备离开了，这种事儿她真帮不上汤米什么忙。走之前，她告诉戴安娜，可我以前睡过莫斯利啊，一句话让在场3个人抓耳挠腮。还是汤米轻咳一声打破尴尬，莫斯利和戴安娜自然回去见杰克了。同时，汤米的深度和智慧给戴安娜留下了更深的印象。不过莫斯利还是建议他管管媳妇儿，刚刚那话可太尴尬了。演到这儿呢，汤米完成了3方势力的关系维持，他得到了斯文的信任，并为其搭建了和杰克以及法西斯主义的这条路，给对方画大饼，让共和军有立足之地。但实际上，未来汤米一旦瓦解了法西斯，那时的爱尔兰人对他就再无威胁了，也能为波利复仇。又得到了阿尔菲的信任，给他提供了一条价值不菲的复仇之路。汤米的好处是，相对其他人，阿尔菲更信任他一点点，有他打着复仇的旗号去搞杰克，自己也能从中牟利。这又拿住了莫斯利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，让他跟杰克搭上了线，方便了未来汤米一锅端了对方，身后还有个隐藏的丘吉尔在顶着。这些对汤米都是利大于弊的交易。过了几天，汤米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杰克叔叔，只不过这家伙看起来很年轻，但气质却写满老道。在教堂见面是汤米的主意，杰克还以为他是天主教徒，但实际上汤米是无信仰者。可宗教对杰克的家乡影响巨大，这也是汤米的有意为之。两人虽然地位不对等，但气质上汤米并不逊色，甚至更胜一筹。他们聊起了第一次杀人的场景，死于杰克手里的是一名牧师，而死在汤米手里的第一个人，对方是一个有着绿色眼睛的普鲁士男孩，那是汤米杀的第一个人。他最后一次杀人是在4年前，杀了一个叫做汤米·谢尔比的人。杰克突然话锋一转，聊起了鸦片，那种害人的东西卖到他的地盘不太现实，而汤米却背起了手。你一个卖酒的人，又怎么能说自己的东西比鸦片好到哪儿去呢？每年因为酒而死的人数不胜数，相比之下，他的货充其量是一种镇静剂。
杰克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他要见一些人，是法西斯，而且必须是领导层。汤米根据他的情报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还有额外赠品。汤米表示自己跟丘吉尔交情不错，那可是个反法西斯的政治家。汤米手里有丘吉尔的战略报告，如果合作愉快的话，这东西也能给杰克看看。这么多好处，就为了换一个进入南波士顿市场的机会，还能打压东边的犹太人，更能和法西斯主义者成为盟友。这一波稳赚不亏的买卖，杰克肯定想干的。但他毕竟是老油条了，告诉汤米自己会好好考虑考虑。家里，丽兹发现露比不见了，桌上还有鬼模鬼样的画，找了一番，发现女儿在壁炉前，说又看到了那个绿眼睛的鬼魂，而且已经发起了烧。丽兹连忙找来了医生，女儿的温度已经直逼39度，甚至咳嗽中还带着血。他赶紧给汤米打电话，可此时汤米正在下议院开会，重新当起了双料特工，向议员提交了一项法案，清理所有贫民窟，搭建干净卫生的新房子，以此进行国家的住房改革问题，打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，刚散会就收到了丽兹的信儿。得知女儿又和之前一样了，汤米突然有些呼吸急促，又想起了谢尔比家的诅咒，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办公室，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地道。那个绿眼睛的普鲁士男孩又杀下了他。为了生存而扭打在了一起，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要了对方的命，自己就能活了。汤米像当年一样，一刀扎进了男孩的心脏，随即自己也晕了过去，直到门外有人喊他，才恢复意识，连忙给家里打电话问了情况，只在地上坐了一下，就马不停蹄赶了回去。听说女儿咳嗽带血，汤米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跑到书房打了个电话，联络了约翰的妻子伊斯米。黑帮片一下成了恐怖片，很多人不理解汤米为何反应这么大，这就要追溯到吉普赛这个民族的历史了。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，以占卜为生的他们，往往都和神棍、巫术、小偷这类词儿捆绑在一起。总之，只要是提到吉普赛人，那时都会联想到各种难听的词儿。久而久之，吉普赛人的巫术和诅咒也就传了下来。起初呢，也就是些占卜术、塔罗牌之类的，后来又成了巫术、诅咒这种玄学的东西。所以他们是很相信这些东西的。谢尔比一家就属于吉普赛人的后裔，以前的玻璃就神神叨叨的，只不过汤米一开始不相信这些，直到他听说女儿看到了绿眼睛的鬼魂，很快联想到自己当初杀了男孩，这才感觉诅咒重新找上了自己或者家人。不过我们中国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，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呢。汤米是因为各种压力和罪孽，加上没有其他麻痹自己的方式，慢慢就形成了心理负担了，造成这种疑神疑鬼的情况。当然了，鬼神学说是不能否认的。我想汤米需要一些经历来坚定自我，或许他敢于面对死亡，但不一定就能坦然地面对失败。原本一切都是按照汤米的计划发展着，可露比的突然加重打乱了整个棋盘。他和丽兹火急火燎赶去医院，大夫初步确诊为肺结核，需要把露比进行隔离治疗。汤米无能为力，只能送走女儿，靠着警告他们那是我汤米的孩子这类的话来安慰自己，希望露比能有特殊待遇。这种自我慰藉没有意义，失去理智的汤米险些跟医院发生冲突。丽兹在这种情况下再担心，要担任起贤妻，竭力控制住了汤米那因自责而躁动的心，为刚刚的鲁莽对医护人员道了歉。他们作为露比的家长，自然也要排查掉肺病传染的隐患。无信仰者的汤米再次恳求上帝保佑女儿，纵使自己再怎么只手遮天，也只能听天由命。露比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肺部严重感染，大概率要进行黄金疗法了。这是西医中的一种治疗方法。黄金除了贵以外，还有很多用途，其中便有提炼出金眼来用于医疗的潜力。黄金所散发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杀死癌细胞，但副作用也非常大，脱发、食欲不振，或者是引起其他肾脏问题。和化疗同样是把双刃剑，所以这种方法很少用上。发展至今，主要还是作用在关节炎上。露比一旦被金疗，会变得十分痛苦，这是科学治疗的最后手段了。所谓有病乱投医，焦急的汤米决定去寻找玄学的办法。汤米小声对女儿做了保证，他会去做一个交易，让一切回归到正轨。回到家后，汤米直接联络了艾达，他深知妹妹不愿掺和生意上的事儿，但现在露比大病不起，艾达作为姑姑不会坐视不管。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，剃刀党由艾达说了算。他第一步就是去见了莫斯利和戴安娜，后两者已经提前在电话里知道了汤米会缺席。戴安娜不禁对这个结果有些小失望。这种场合，艾达经历了太多，处理起来也游刃有余。轻松拿捏住丽兹的戴安娜，在艾达这边就显得有些平凡了。知识储备上，艾达作为谢尔比家族的公主不输任何人，这让戴安娜感叹，汤米和艾达真是吉普赛人中万里挑一的人才。
杰克还在赶来的路上，所以他们2个女人还要相处一段时间。对于哥哥的缺席，艾达简单解释了几句，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歉意。他此番前来只是担任哥哥的发言人。艾达的心底深处仍旧排斥着家里的这些黑暗的生意，他表示自己只是过来闲聊的。没想到戴安娜这么直接而且放荡，大方承认自己双性恋，还仰望未来，等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英国后，会优先清理掉犹太人。至于艾达那边的吉普赛人，他会提出赦免。艾达表面干杯，但心中却冷笑了起来。哥哥果然说得对，万事都是个闭环。莫斯利刚一到场就念叨起了汤米缺席的事儿，他并没有太重视谢尔比家的这个妹妹。戴安娜更是讽刺他把这当做了闲聊的场合。艾达自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好欺负，他直言谢尔比家族会同时邀请杰克和莫斯利夫妇，利用信息搭建起未来合作的桥梁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主家是谢尔比家族，因此在自己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俩最后闭上狗嘴。很快，杰克和吉娜也到了，前者进屋直接寻找起了谢尔比家的人。从吉娜口中，他得知了不少谢尔比家的事儿。听说这家人能跟死者对话，杰克有过调查，清楚艾达的过去，好奇他有没有男人。艾达也不忌讳，大方承认了自己曾加入过工党，同时也顺着吉娜的传言告诉杰克，自己经常跟亡夫对话，这让杰克对他兴趣大增了。落座后，众人各怀鬼胎，杰克自然好奇汤米去哪儿了。艾达早有准备，他调查了杰克的背景，知道他小时候家人就死于肺结核。此话一出，空气凝固，吉娜都有些坐不住了。但艾达表情不变，表示自己的哥哥去寻找治愈肺结核的办法了。杰克有过同样的经历，自然就理解汤米缺席的原因。艾达反手掏出3张邀请函，这也是他今天来这儿的目的。过些日子，汤米会邀请双方到家里做客，届时爱尔兰那边的联络人也会到场，那才将是真正谈大生意的时候。艾达特意走到了莫斯利夫妇面前，告诉他们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就是来闲聊的。杰克对他兴趣再长，想听艾达讲讲剃刀党的故事。事后，艾达回到了伯明翰，坐上了谢尔比家的头把座椅。接下来的5天里，他还要安排后面的生意。从哥哥的笔记里，他看到一个标注黑星的日期，黑星是剃刀党的习俗，用来标记重中之重的日子。艾达又赶到了毒坊，见了这里的管事以赛亚。这些跟着家族混的孩子们也都慢慢长大了。艾达给他安排了接下来的任务，黑星标记日那天，他需要以赛亚和亚瑟去利物浦码头找一个名叫斯达格的人。有人通报说，一群人以斯达格为首，在盗窃码头的鸦片，起初用杯子一点点的偷，现在都用上水桶了。跟陈南合作的鸦片是谢尔比家的重要生意，艾达需要他们过去提醒一下斯达格。但其实这事儿让以赛亚去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带上亚瑟呢？只要借助亚瑟谢尔比家老大的名号，面对以赛亚的反驳，艾达丝毫不留情面，直言以赛亚再怎么厉害，不幸谢尔比也难行事。对于这大小姐他们都习惯了，以赛亚也就听命行事了。不一会儿，亚瑟穿得人模人样的出现在毒坊，实际上他刚刚从小黑屋出来，为了给他戒戒瘾，家里每天都锁着亚瑟不让出去。好久没有出去办过事的亚瑟还有点紧张呢，在小的面前立了立威，这才把头发一背，几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利物浦码头。他又停下来嘱咐了小的们几句，凡是打扮成他们这样绅士的人都是剃刀党人，咱们剃刀党要的就是风度。言罢，亚瑟带头当街走秀，几个工人还打着牌，完全没理剃刀党这茬，摆明了是想给斯达格扛事儿。以赛亚上去就是一个巴掌，直接按倒一位。好言不听，那就只有动手了。就在此时，斯达格现身了。这眼尖的各位肯定发现了，这他妈要不是独眼2的警官吗？没错，汤老师又跟他出现在了同一个宇宙。跑题了。斯达格这人干亏心事也不怕鬼敲门，面对亚瑟的质疑，他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偷了，我认罚。斯达格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，结果亚瑟以上帝的名字给他减轻了罪行，只想让对方挨顿打就行了。这让斯达格难以接受啊！你亚瑟什么货色？整个运河都留着你的传闻呢。曾经的剃刀党老大哥，现在被鸦片透支成了老头子了。他不接受这种被毒品稀释的人假装站在正义的一方。一个沦落到连妻子都看不住的人，能祈求上帝什么呀？斯达格告诉亚瑟，这里堆积的毒品多到小孩都认识了，他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希望亚瑟能一步步走出来，不要被鸦片给毁了。以赛亚受不了了，上去就是一拳。只要亚瑟下令，他现在就能杀了斯达格。可刚刚的话戳到了亚瑟的心窝子，他恍惚了一下，招呼兄弟们撤退了。自己的确已经不是当年的亚瑟谢尔比了，也没有资格以鸦片卖家的名字指责鸦片小偷。安排完了今天的事儿，艾达回到酒吧喝了一杯，刚到上，丽兹就萎靡不振地过来了。他今天承受了太多了，为了女儿一直在装坚强。可这种时候，汤米还不在身边，他想知道自己的男人到底去哪里寻找办法了。作为发言人，艾达其实也不知道哥哥咋想的，只能不停地安慰着丽兹。
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露比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明天就会进行金疗。艾达能做的只有陪伴。汤米一个人抽着烟开着车，看似在路上漫无目的的狂飙，但其实他在寻找李氏家族的信标。根据信标，自己能够找到伊斯米，因为吉普赛人居无定所，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。他最终根据信标来到群山里，见到了李氏家族的人。这里的新血液并不认识汤米，便站在一起抵御外敌。汤米拿出了一沓票子，没一会儿就被一个女人领走了。此人便是约翰的遗孀伊斯米。汤米找上他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二弟去世后的诅咒。那时候刚刚失去丈夫的伊斯米诅咒了汤米，可当他到了伊斯米面前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汤米才确定伊斯米从来没有真正诅咒过自己，女儿的病另有原因。伊斯米纳闷他为何不直接找波利驱魔呢？这才得知波利已经不在了，已故的姨妈在梦中跟自己对话，汤米这才过来找伊斯米问个究竟。弟妹虽然恨自己害死了约翰，却并没有对家里下过诅咒。汤米自知打扰，便选择离去，结果上了车后死活打不着火。只见伊斯米拿着火花塞坐到了副驾，虽然不是他诅咒的，但他了解这种东西。伊斯米看出了汤米现在被仇恨包围了，波利让他来找自己，显然是有原因的。伊斯米把火花塞装了回去，决定带着汤米去寻找解决的办法，前提是汤米要支付自己费用，他得好好敲诈一番。开了许久之后，前面没有汽车能走的路了，只有2匹没有马鞍的马。汤米虽然不骑大马很多年，但血统里这种东西都是手到擒来的。两人骑着裸背马一直向山上走着，直到前方的路连马都无法踏足，他们才翻下马背开始步行。这一路上汤米都是忐忑的，他担心自己这是在浪费时间，女儿可等不了太久啊。尽管汤米一直表示自己在行善积德，但因他而死的人仍旧是数不胜数。伊斯米看穿了他的想法，打算救赎过去，这对汤米来说太不现实了。终于两人走到了这荒山上的坟前，伊斯米问他记不记得一颗蓝宝石。汤米的思绪瞬间回到了10年前，正是因为那颗被诅咒的蓝宝石，格雷斯才死在了自己面前。那时汤米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理由，把蓝宝石交给了一个巴维尔族的女人，强行让对方告诉自己世界上没有诅咒这么一说。可今天在听伊斯米讲起这事儿，才知道他还有后续。那个女人之后把蓝宝石带回了营地，给了自己的妹妹，妹妹又给了女儿。小女儿刚带上后不久就患上了肺结核，病情急剧加重，当晚就离开了人世。小女孩那年才7岁呀。后来据说蓝宝石被扔进了河里，但同时女孩的母亲也下了诅咒，诅咒汤米的孩子也会在7岁的时候死去。而今年露比刚好7岁，也刚好之前在河边玩耍过，回到家才开始剧烈咳嗽。汤米一下就懂了，这是自己的报应啊。他跑到一旁吐了起来。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相信科学还是玄学的汤米突然拔出了女孩的墓碑，他要花重金寻找下咒的女人，只要对方愿意解除诅咒，谢尔比家族甚至可以把整个山改成墓碑纪念死去的女孩。汤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弥补犯下的过错，伊斯米也愿意帮助他想办法寻找对方，但汤米必须钱得到位啊！现在钞票不值钱，伊斯米要黄金，汤米根本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只要有办法救回女儿，他可以放弃一切。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，想告知自己寻找到了办法，可得来的却只有一个噩耗：5点17分，露比过世了。汤米连女儿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丽兹很想把这些事儿怪在汤米身上，可他没有理由，除了崩溃就只剩崩溃了。汤米就这么站在雨中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应该不少人看完这集都有点蒙圈，这是走进科学还是走进玄学啊？玄学对于人们来说相当于是精神慰藉，而科学则代表着事物本质。有人说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可以归类为玄学。汤米从最开始就属于信谁也不得永生这种人，他只相信自己的道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但其实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多，年轻时凭着热血闯荡，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因果报应，有一天他成功了，反而开始相信玄学，因为接触的东西多了，就希望给自己找到一些精神慰藉，以此平息自己犯下过的罪孽。汤米这集也是如此，想到这是最终季，一切就逐渐说得通了。希尔比家族一路走来，看似爽文过关斩将，但实际上也得遵循着报应循环。就像汤米对艾达说的，万事都是个闭环，他背了无数条人命和罪孽，总有一天也会被别人背着。从行刺莫斯利的行动失败之后，本剧的氛围来了个大转变，似乎就是想告诉观众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即便是电视剧也不会给你个爽快的结局。葬礼选在了伯明翰的运河旁，这也是露比最喜欢玩耍的地方。汤米提前准备好了悼词，希望大哥能带自己读出来。
可亚瑟刚刚尝试戒毒，不久前又被人说破了防，整个人处于最萎靡的状态，不得不拒绝了汤米的请求。女儿的死给了汤米一个警示，黄金也不再有意义，这条河是洛比最喜欢的地方，汤米要让河水从此运着善意流下去，把女儿没有机会享受到的美好跟和平沿着运河一直流淌。汤米相信洛比在天上也能来到此地，看着喜欢的小马和船只继续未完成的人生。要火化时，丽兹突然崩溃，拉都拉不住，想看女儿最后一眼，汤米便拉着她一起跟洛比告了别，并在女儿的遗体前发声，一定会让下诅咒的人付出代价。在丽兹不解的眼神中，汤米坚定地离开了现场。在巴维尔族的营地上，汤米突然杀到，问清身份后直接掏枪扫射。对此时的汤米而言，打破诅咒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下咒的人。念在族中还有孩子在，汤米只击毙了4个人。冤有头，他也没有想把事情做到屠族这么绝，而直到汤米以自己的方式发泄完之后，才一个人蹲在树旁痛哭了起来。女儿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整理了情绪，汤米来见了伊斯米，将约定好的黄金给了他，能找上巴维尔族都是伊斯米的功劳。本以为杀完人之后合作终止，再没有待下去的必要，可伊斯米却告诉了汤米一个秘密：有失必有得。路比虽然离开了，但汤米得到了一个儿子，或者说是10几年前就得到了。一战前，汤米曾和一个女孩有过关系，在他上了战场之后，女孩怀孕了并产下了一个儿子。尽管汤米和他再没有见过面，但孩子一直在慢慢成长。男孩叫杜克，现在成了孤儿，却有着远大的理想。只要汤米愿意，伊斯米就可以把杜克带到汤米身边，自然是需要继续用黄金交易了。只是刚刚失去女儿，汤米并不想把心里的位置给别的孩子。难过是本能，生意是职能，汤米要尽快调整心态去应对下面的挑战。3张请帖已经让艾达发了出去，今晚就要跟莫斯利夫妇、杰克以及爱尔兰共和军代表斯温见面。将来的走势全看今晚的谈话。另外，还用谢尔比资金创办了一个新项目，用来研究肺结核的治疗方法。丽兹没有他这种马上调整过来的能耐，更没有汤米那种难以想象的承受能力。他早就因为女儿的死崩溃了。得知汤米还以女儿之名杀了4个人，更叹息他惨无人道。汤米压抑的情绪也在此时爆发。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这趟车上任何人都能中途下去，唯有他汤米必须扛到终点站。在地窖里，汤米见到了亚瑟，大哥还是那副浑浑噩噩的样子，兜里没有火，汤米便向大哥要来了光亮，直接为2兄弟的对话奠定了结果。整个家族里，精神状态最差的一直都是亚瑟，他喜欢用各种东西麻痹自己，时刻保持迷糊的状态。但其实大哥最懂家人需要什么，也是哥几个里最有勇气的一个。谈及过去，汤米要过了一杯酒，这是他4年来第一次破戒。小时候他和汤米打过架，当初汤米还因为占了优势洋洋得意，直到有一次汤米才知道大哥是在照顾自己。那时家里穷也没地方住，经常10几口子人躲在船上睡觉。有一天他们被警察发现了，大家伙一个个跳河里逃命，只有大哥留在船上，扬起船钩，吸引了所有警察的注意。汤米这才知道大哥的用心良苦，他一直知道自己的弟弟好胜心强，所以总会故意败给汤米。后来家族有了起色，亚瑟也只能待在兄弟身旁当左膀右臂。他不贪图兄弟的地位，也不在乎贫穷富贵，只要家人真正需要他，亚瑟总会出现。而现在的汤米真正需要大哥的帮助，用不了多久就能从这趟列车上下来了。大哥亚瑟自当是有求必应。夜里3方人马准时来到了汤米的庄园。出于人道，在座的各位也没有催促汤米，家人过世需要一段时间消化，但他们小瞧了汤米。查尔斯一直在思念妹妹，以至于闭上眼睛都是她的画面。汤米也没有和儿子多说，只是让他像个男子汉一样陪伴妈妈就行。等待汤米的将会是一场恶战，他没有时间停歇。众人闲来无事，杰克提出唱一首叛军歌曲。这种场合里，加上汤米刚刚失去家人，斯文是不想开这个口的。莫斯利和戴安娜当场就玩起了双簧，后者轻描淡写说，以前跟法西斯谈笑风生时，都是让犹太人趴在下面吃草，因为场合严肃，不允许嬉戏跟唱歌。莫斯利也笑着打趣妻子，说他扫了雅兴，说着也起哄的让斯文来一首。跟这群变态坐在一起，斯文显得那么干净，也只能是随着大家的想法唱起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叛军之歌。汤米全程就站在暗处，没有打扰，也没有表情。想要安度陈仓，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比起他所承受的压力，家人的遭遇就截然不同。艾达一直在宠爱自己跟雅各尔的儿子，因为小孩的肤色常常有法西斯的人挑衅闹事，艾达淡定掏出手枪，走下楼空放2下，吓得几人抱头鼠窜。这一幕被大儿子卡尔看到了，这孩子就有肤色歧视之心。
认为母亲刚刚做的不太妥当，也因为弟弟的肤色在学校受了不少冷落。但艾达从不歧视任何人，要细说的话，卡尔他爹弗莱迪可还是个犹太人呢。几句话下来，让男孩哑口无言。亚瑟则是闯进了陈南的地盘，大闹一顿后带走了一些鸦片。女儿过世后，一直没有在汤米这边得到过慰藉，丽兹只能抱着露比最喜欢的马儿痛哭。而汤米此时走进了众人，打断了斯温的歌曲。他作为主将，立刻为三方人搭起了线儿。目前的关系是以莫斯利为主，他代表着纯粹的法西斯主义，有能力改变英国政治。斯温虽然属于爱尔兰共和军，但爱尔兰那边主权还是签了英爱条约的一方。共和军的人分散在了各地，其中美国占了多数。杰克在这场合的作用便是传信儿，他可以把两边的局势告知罗斯福，再以这个为靠山辅助众人。因为英国和爱尔兰都有工党的存在，杰克担心这会成为未来的阻碍。莫斯利方表示坚定立场，而斯温则提出了策反。爱尔兰的工党很信任共和军，只言片语运作一下，便可以让他们倒向法西斯。话题落在了汤米身上，汤米在下议院属于工党一派，他的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莫斯利早就为他想好了出路，作为下议院支持率最高的议员，汤米完全可以先留在工党，一旦法西斯主义需要他，便立刻辞去职务，官宣加入阵营。但这只是莫斯利的想法，杰克需要得到汤米的答复。他也不确定汤米是否真心愿意为了事业放弃一切。汤米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了决心，只要自己在这个桌子上有位置，就会一直支持。莫斯利闻言直接起身，九头蛇万岁！汤米也跟着做起了同样的姿势。志同道合的几人开始详谈，杰克先点头解决了武器的问题。爱尔兰共和军的武器都来自德国，但供应链被英国政府切断了。杰克用进出口生意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同时答应了汤米早前的合作。剃刀党的鸦片可以卖到波士顿，自己还会提供各种方便。见汤米死死盯着一把儿童座椅，戴安娜突然开口建议大家回去休息，有的是机会长谈。天蒙蒙亮时，汤米提着汤姆逊 Falcon 的疯狂发泄，之后也不睡觉，赶紧把会议上的内容记录了下来。丽兹给他拿来了一封信，是医院寄来的。汤米以为是索要女儿的医药费，便随口应答了。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会议的内容，必须在遗忘之前把这些东西打出来，送到丘吉尔手里，这样才能想办法除掉法西斯。女儿的那把椅子，汤米已经烧了，这股焦味他闻了一夜，那是露比的最后的气味，又勾起了丽兹的悲伤。他很心疼汤米所承受的，但汤米现在还不能休息。桥洞内的下议院如汤米一般被压抑着。刚到办公室的汤米接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电话，他赶到了一个房子楼下，楼上吉娜和莫斯利干柴烈火。目送着莫斯利离开后，汤米这才上了楼。吉娜跟莫斯利这点事儿他早就知道了，还一脸玩味地告诉吉娜自己会读心术，更直言吉娜的放荡会害了他，一旦被杰克知道侄女儿跟莫斯利上床，一定会断绝关系。若是被麦克知道妻子跟别人睡觉，那指定是家破人亡。吉娜慌得一匹，但必须强装镇定。汤米让他陪着莫斯利去德国，把法西斯内部的谈话记下来，告诉自己。这把柄被汤米捏着，吉娜哪敢拒绝？果然如麦克所说，汤米就是个恶魔。汤米好奇麦克真正的目的，吉娜也只能坦白。等到协议完成，两人都能脱身。夜里，汤米忙的时候才想起了丽兹白天带来的信，看了眼就愣住了。医院发来了结核瘤的确诊报告。一大清早他叫来了医生，事情要回到露比被送去医院的那天。作为家属的汤米拍了 X 光片，排除了传染的可能性。结果露比突然病逝，医院没有机会联系汤米。片子显示汤米的脑部有了肿瘤，的确是和露比有关，但结核杆菌并没有感染肺部，而是在汤米的颅内形成了结核瘤，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。病菌在家庭里传染的速度也很快，但在汤米的颅内并不会有传染的可能性了。这其实就是结核杆菌感染了神经系统所导致的病变。结核并不是只会发生在肺部，医生找过几个权威的大夫，所有人都不愿意为汤米做手术。脑部手术很容易造成损伤或者脑出血，动刀可能会死得更快。这病的初期会有幻觉的眩晕等症状，到了后期就会失去了自主能力，需要别人来照顾。汤米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。医生本来想建议他配合治疗，虽然无法痊愈，但可以相对抑制。不料丽兹走了进来，幸亏他不认识这个医生，这才让汤米有机会装作谈生意。这笔款什么时候要用啊？医生也懂了汤米的意思，通知他1年也许1年半，表示回去之后写信联络汤米，这才蒙混过关。丽兹也并没有起什么疑心，他主要就是过来看看汤米的状态，确定汤米没什么事也就离开了。只剩汤米一个人时，他再次想起了波利的话，这场家族战斗会以一个人的死来结束，汤米只能恳求波利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
谢尔比家的顶梁柱还是患上了绝症，新儿子的出现，病魔的加深，似乎都在明示告诉我们，汤米要死了。汤米脑结核这个病放在咱们现代是可以医治的，但剧中的这个时间连肺结核都难以治疗，汤米这等于是半只脚迈入了地狱啊！谢尔比家从7个人到4个人，约翰和波利已经在中途下车，麦克也和家族分道扬镳，亚瑟信仰全无，自甘堕落，庞大的家族只能由汤米一个人扛着。但现在汤米患上了结核瘤，距离丧失自主能力只剩1年多，面对万恶的法西斯和狡诈的美国人，他该如何做出应对呢？费恩还小，还不能主事，艾达始终不愿意掺和生意。汤米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大哥亚瑟拉回来。他拎着炸药找上了一直给亚瑟提供鸦片的商店， C4 往桌子上一拍，3分钟内把所有鸦片拿出来，并且再也不能给亚瑟开后门。这种害人的东西汤米不允许用在自己的地盘。老板不敢犹豫，马上去准备。老板娘倒茶的手也一直在颤抖，大约5斤的鸦片拿到了手，这是商店全部的存货。见汤米还品着茶，不慌不忙地教育他们改革。老板娘一度以为炸药是假的，直到汤米走远了都这么认为。然而夫妻俩只感觉一阵后怕呀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汤米又打点了这里的监管，以伯明翰城区议员的身份，严禁在当地出售鸦片等禁品。完事之后，汤米召集了所有人，开始了家庭会议。艾达因为煤气爆炸迟到了片刻，跟哥哥一对视就明白了，煤气爆炸只是对外宣称。会议第一件事就是祝贺菲恩成婚了，他的妻子玛丽也是谢尔比家族的一员了。其二便是介绍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杜克，这男孩劲头很硬，是个谢尔比啊。汤米只是随口解释杜克的身世，相当于是当年自己喜当爹了。女儿的过世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，孩子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所以今天汤米要把杜克拉入伙，但并不会直接给他什么地位。谢尔比家族的规矩不变，权力和金钱要靠自己争取。汤米还想尽可能的去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说完就宣布散会了。亚瑟提了杯酒给杜克，但男孩从不喝酒，果断拒绝，表示自己不信谢尔比，不用遵守这里的规矩。此言一出，大哥心里有谱了，这孩子指定是谢尔比家亲生的。汤米给杜克安排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读访会计，是费恩小时候干的差事。可杜克从小在营地长大，没上过学，根本不会写字，只能找点更简单的工作给他了。女儿刚走就来了儿子，丽兹心里肯定不好过，但汤米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没有必要解释自己的目的。前去读访的路上，亚瑟想在杜克面前立立威，至少得让他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发现这小子手脚利索，偷东西有一手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拿走了亚瑟的怀表。大哥一高兴，直接送给他了。但最近赌坊出了点问题，剃刀党一直操控着赌球和赌马的输赢。最近有个裁判死活不愿意吹黑哨，不管是塞钱还是威胁都不领用。作为赌博业务的最大负责人，亚瑟必须自己处理这种问题。菲恩急得抓耳挠腮，结果亚瑟玩起了朗读，贼有感情地念起了圣经。菲恩哪有办法呀，只能劝大哥精神点。格拉德刚刚又跟裁判联系了一下，对方只说了一个字：滚蛋。亚瑟见他这副熊样，反手把门一关，把刚刚圣经中的内容读了出来。这是一段关于耶稣画字的故事。曾经有一个妇人在行淫时被抓，他被带到耶稣面前，人们想要知道耶稣要如何处置他。人们的目的不在于妇人，而是想抓住耶稣的把柄。拿着耶稣突然弯下腰，在地上画起了字儿，并且告知人们，你们中谁没有罪，就可以拿石头砸他。闻言，众人无地自容，纷纷离开了现场，只剩妇人和耶稣。耶稣告诉他，没有人定你的罪，我也不会，但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就说明了人类的伪善，不管别人犯了什么样的罪，我们都没有资格拿石头去砸他。周杰伦的《以父之名》中有几句台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犯着不同的罪，我能决定谁对，谁又该要沉睡。争论不能解决在永无止境的夜，关掉你的嘴唯一的恩惠便是这个道理。亚瑟要求他们把裁判带到自己面前。过了没多久，裁判来到了赌坊，杜克也参加了这次活动。男人开口就要威胁报警，亚瑟反手就给莫斯打了电话。莫斯现在可是伯明翰的总警司，他自然不会管谢尔比家的事儿。这下子警匪一窝，男人心凉了一半啊！但他毕竟是参过战的人，不怕任何威胁，再一次拒绝了亚瑟要吹黑哨的要求，还扬言要把剃刀党的事儿发给报社公布于众。菲根知道这家伙完了，亚瑟是最经不起挑衅的。他本来想给汤米打电话，但亚瑟让他 fucking 闭嘴，把脚绳给了没有见过血的格拉德。在剃刀党混了这么久，也该长进一下了。
恐惧、紧张，全身充血，各种因素堆积在了格拉德身上。最终，他在亚瑟的逼迫下动了手，裁判就此嗝屁。如此场面让杜克很不适应，直接离开了。事后，格拉德在澡堂子里冲洗了很长时间，始终无法从刚刚的情绪里缓过来。澡堂子突然安静了下来，一阵脚步声慢慢逼近。只是一个转身，杰克就出现在了格拉德身后，他直接绝育警告，威胁格拉德给自己办点事儿。他们想暗中除掉谢尔比家的人，杰克自己会负责汤米，而亚瑟就得交给格拉德。这是谢尔比家最后的2个顶梁柱，他们一倒下就代表了结束。格拉德哪有拒绝的勇气啊？稍有反驳都有可能变成太监。比起什么黄金权力，男人更害怕失去小球啊！格拉德点头答应，杰克也没有久留，只留男人跪在地上，感受隔着屏幕的疼痛。而杰克为何找上他？原因很简单，格拉德就是谢尔比家族的内鬼。汤米还在安排着家里的事，他在教堂等待了琳达，自己这个许久未见的大嫂。琳达虽然没有真正原谅亚瑟的所作所为，但上帝原谅了。这是汤米一开始答应大哥的。尽管琳达也想去感化汤米，但汤米并不需要。在汤米眼里，直接给钱比什么祷告都好使。他会出钱资助琳达的基金会，给那些教徒一些保障。琳达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亚瑟完成救赎，让他振作起来。但琳达只陪伴不陪睡，事后还会离开亚瑟。他也会拿汤米给的钱去行善事，也会注明感谢谢尔比。于是约定就这么完成了。汤米下一步来到了利物浦码头，找到了这里的管事斯大哥，正是独一二里的那个警察。这家伙之前经常偷货卖钱，亚瑟本该过来解决一下，结果被人家几句话就给说破防了。汤米亲自赶来拿了一沓钞票，好赖算是犒劳一下斯大哥。毕竟形势紧迫，汤米需要他这种说话管事的人。不久后会有一批冲锋枪运到利物浦码头，汤米还需要斯大哥看好这批武器，必须要比鸦片还用心。将来这个码头也会成为谢尔比家族进出口的核心中枢。斯大格只要踏踏实实跟着混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变成有钱人。这次给的太多了，斯大格肯定的接受啊。不过他还想用对付亚瑟那一套，再给汤米说道说道。很好奇汤米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汤米反手拿出一把枪对准了他的头，然后又把枪揣回了兜里，为的就是这个，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，真正的主动权在我手里啊。回到家又跟丽兹进行了一些运动，汤米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陌生了，连金库的保险箱密码都换了。为了让他能踏实一点，汤米透露了一些。过些天，杰克和莫斯利夫妇还会来到家里做客，他们会继续之前的话题，寻找下一步行动的时机。只是这次汤米对丽兹的看法错了，他现在正是因为什么都清楚，才会不想什么都知道。丽兹始终明白一件事，汤米根本就不爱自己，自己享受到的一切很明显都是补偿，这一点汤米也承认了。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，汤米对丽兹还是有感情的，他只后悔把丽兹拉进了自己的生活，让他担惊受怕失去女儿。露比的事情改变不了，丽兹更在乎的是密码，能进入汤米心里的那个保险箱的密码。亚瑟一直是那副样子，而琳达如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一瞬间，大哥有点蒙圈呢。反应过来后，强装镇定跟琳达聊了起来。亚瑟自然不希望让他看到自己没改变的样子，但琳达几句话就给大哥又说破防了，连忙在前妻身前进行了久违的宽恕仪式。查理突然把杜克带到了汤米面前，原因是男孩在赌坊偷了一笔钱。汤米的意思很明了，偷谁的都可以，唯独自己的不行。见他没什么塑造价值，汤米就打算让他离开了。哪知男孩还挺难处理，他只想骑马车回去，坐火车或者坐船都咳嗽，还特意叮嘱汤米自己需要一辆可以登上英国所有山的马车。汤米轻哼一声，就让查理去准备了。这孩子偷钱的那一刻，汤米就知道他想离开，但汤米想知道原因啊。杜克解释说自己不喜欢赌坊里的氛围，对付个孩子，汤米要是再没招，那就是再说不过去了。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把杜克的身世说出来。 Before you go,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about yourself? No. Right, well, I'm going to tell you. 那所谓的喜当爹只不过是外面传闻的版本罢了。当初和杜克他妈相识，还是因为自己的表被偷了，这一点杜克算是子承母业了。但汤米这块表也有来头啊，是汤米小时候偷着别人的，表上刻着几个字：萨克逊海岸。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啊。这萨克逊曾经是一个部落，也是英国人最早的祖先。公元11世纪的欧洲，有一个法国公爵入侵领土，并且成为了英格兰的王，才开启了长达100年的英法战争。当时还出现了有名的英雄罗宾汉，这属于是西方治安维持者的鼻祖。后来战争结束，英格兰丢失了所有海外属地，慢慢在大陆变成了英国。而这个萨克逊海岸是一道防御工事，保护城市，守护战略的要地。
汤米想说自己曾经是萨克逊海岸的公爵，因为这孩子才会被起名为杜克，也是公爵的意思。当时杜克的外公发现了女儿和汤米的关系，还给汤米来了一枪，这便是男孩的真正身世了。说到这儿，汤米还有意催了一下马车，花里胡哨的告诉查理他们，人家孩子等着上山呢。汤米给这小子点了根烟，表示马车需要维修一下，男孩却在这儿呆出了感情，他更喜欢和一群马儿相处，这要比在赌坊里面的腥风血雨舒服多了。明显他的心思都被汤米看穿了，直接中招想要留下来。汤米也顺水推舟，给他在马场安排了差事。杜克有些疑问，汤米还有一个儿子，理应是那个儿子继承家业，自己在这儿难道不会对家产有竞争吗？但汤米却表示，自己的生意有的见得了光，有的见不得光，两个儿子得相互扶持，平衡黑白。汤米把时间压缩到了极致，下一个要见的人是戴安娜。这个法西斯的女人举手投足间都在暗示汤米，戴安娜的上一任丈夫也是个有钱人。而不久前，汤米在下议院有个提案，就是建设一些慈善住房，位置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全都在通往利物浦码头的运河两旁。提案已经得到了许可，现在只差资金建设，这也是汤米约戴安娜的原因。女人在前夫的家族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有她在那边运作的话，家族完全可以拿钱资助汤米。这点小事在戴安娜看来只是动动嘴的功夫而已。戴安娜今天想跟汤米做点其他事儿。都知道丽兹从业期间和莫斯利睡过觉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戴安娜也要和汤米睡一下。资助这种事儿，睡后再说就行啊。他管这叫贵族的礼仪。于是乎，汤米很不情愿地从了。不仅意味着他无法从法西斯那边全身而退，更意味着汤米要带着更多的不理解乘车坐到终点站。患上绝症本就会产生幻觉，这让汤米的创伤应激障碍再次复发，而且更加严重。从登场到结局，一直住在监狱的麦克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母亲曾经的告诫，这种家族争斗会以他和汤米其中一个人的死作为结束。对于自己无法扭转的局势，强如玻璃也只能落泪。汤米要准备和杰克等人谈话，为了保持状态，他必须按时吃药。对于丽兹的疑问，汤米也只解释说这是止疼片。丽兹仍然在等着他们对自己敞开心扉，而事到如今，汤米也答应了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告诉他，说不说的不重要 ，flag 已经立起来了。别看汤米和杰克在桌子上谈笑风生，什么都聊，关心也熟悉到满嘴 fucking， 但两人都暗地里想弄死对方。汤米喝着红酒，杰克喝着威士忌。杰克把货币比喻成血液，又把血液比喻成红酒。酒杯只是个容器，汤米可以随手打碎，里面的酒和血液一样流了出来，而汤米自然就可以拿到里面的货币。各自的目的相互早已看穿，这种每句话都带有深层含义的对局，丽兹在这里如坐针毡，根本听不懂啊。但他听懂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汤米要去美国，去收高达500万美金的货款，麦克会随他一路前行。这可是一笔巨款，值得汤米亲自去冒险。没一会儿，莫斯利夫妇也到场了，进门直接就要喝香槟庆祝。戴安娜更是毫不忌讳告诉丽兹，你可真幸运啊，可以每天享受汤米，而我只享受过一次。如此露骨的话让汤米沉默了。丽兹再傻也明白了含义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餐桌。汤米也一直没有开口，是莫斯利先打破了宁静。他建议汤米换一个老婆，如此身份如此地位，配得上一个更有内涵和教养的女人。汤米倒上了一杯威士忌，认同了莫斯利的看法。丽兹的确配不上自己，特别是未来的自己。其实有句话他没说出来，是丽兹不该和加入法西斯的自己在一起。汤米再次声明了自己的立场，这次却有些无奈。他已经在这个桌子上了，不管承不承认，都是这里的一份子了。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儿。 Truth is, I belong here at this table with fuckers like you. She doesn't. But all I try to hide it. I'm just one of you.Could there be a sadder ending? 监狱里，杰克的线人找上了麦克，只要麦克回答一个问题，就能决定他是否能出狱。线人还没有开口，麦克就先说话了。他晚上已经跟母亲通话了。男人质疑波利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麦克没有解释，只是告诉他自己愿意亲手杀了汤米。谢尔比家的人能跟死者对话，而麦克已经这么做了。其实这相当于明示我们，麦克会站在汤米身后。所谓的协议或许是他和汤米精心策划的复仇，所谓两人一死结束战争，或许是汤米病倒后麦克扛下谢尔比家族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部剧只剩最后一集了，而且会是塞满剧情的大结局。单论刚刚的酒局，其实就有些小细节，红酒、威士忌、香槟，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红酒代表着沟通，威士忌代表着独立，而香槟自然是庆祝了。起初汤米只喝红酒，是打算跟他们再玩玩，
但几人不尊重自己的妻子，还跟自己表里不一。既然在这泥潭里爬不出来，他汤米索性干了这杯威士忌，跟他们划清界限的同时，为后面的翻脸做了铺垫。当然了，这是我自己的理解，也可能是过度解读了，大家就图一个乐吧。波利大仇得报，剃刀党峰回路转，最终季最终集前情提要。汤米被诊断出了结核瘤，私人医生通知他只剩1年时间。爱尔兰人、美国人和法西斯都在对汤米虎视眈眈。为了确保自己离开后谢尔比家族能正常运作，汤米正逐步安排着后事。时间紧意味着少说话，对于亲人的不理解，汤米再难受也不能去解释。他活不了1年，说太多只会留下牵挂。不久后，汤米就要去密克隆岛收500万刀的货款，他将这次出差当成了远行，给丽兹另寻了一个住处。丽兹也有意离开，在他知道汤米和戴安娜发生了关系时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对此，汤米没有挽留，自己突然的反常为家人带来了太多的伤害。小儿子也明白家里出了事儿，他想和丽兹一起去过新生活。虽然丽兹不是生母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查尔斯早就把她当成了母亲。他只是担心父亲不会放走自己。汤米很少去陪伴家人，但家里没有人不畏惧他。查尔斯胆颤地向父亲提出了离开的请求，汤米选择了放他走，还让儿子带上路比生前最喜欢的马。假以时日，他就会彻底成为查尔斯的马。父亲这样说，查尔斯更害怕了，可汤米仍然没有去解释什么。回到了办公室，大哥早就在地上坐着了。他偷了汤米保险柜的钥匙，发现了结核瘤的诊断报告。亚瑟很难过，自己这个大哥当得有多差，连兄弟患上了绝症都察觉不到。汤米一直觉得自己努力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家人赚更多的钱，更好的保障。这就是他汤米·希尔比的命。但亚瑟最在乎的是感情，他现在已经戒毒，拼命的变好。可今天却从汤米嘴里得知，自己这个好兄弟打算安排好一切后，一个人孤独的在山上死去，甚至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。汤米自顾自地说着生意要让签个字，这样以后就能拿更多的钱。等那笔500万的货款拿回了，他会立刻分给大家，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。这些话加上汤米那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完全激怒了亚瑟。两兄弟动起了手，可现在的亚瑟根本掰不过汤米，一个低迷绝望的人又怎能在理智绝望的人面前占到便宜呢？汤米推了一步，到时他会提前打电话联系亚瑟，亚瑟只需要带着查理他们去指定的地点，点燃指定的马车就行，让自己以吉普赛人的方式死去。亚瑟再也发不起脾气，而是在约翰的照片前哭了起来。自己这个大哥守不住任何兄弟，汤米和他紧紧抱在了一起，用自己的方式在告别。这也代表着亚瑟接受了现实，但马上汤米就振作了起来。他现在还活着，而且还有人等着取他和亚瑟的命。显然呢，汤米什么都知道，他要开始算计了。查理带着杜克来到了剃刀党的军械库，这孩子已经得到了老一辈的认可，他的心不被环境动摇，有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，这也是查理叫男孩过来的原因。军械库里的每一把枪都会在将来的战斗中用上，希尔比家的人不会畏惧挑战。查理希望杜克有朝一日能成为将军而非士兵，这也是汤米的期望。杜克熟练地拿起一把手枪，查理看出他是个老手，手里一定染过血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在毒坊杀人的时候他要离开呢？杜克认为这不公平，那人只是不愿向黑恶势力低头就送了命。他第一次杀人时就是靠着自己公平公正的意志。当时母亲病危，医生因为他是吉普赛人而刻意针对了他。第二天母亲就病逝了，而杜克也没让那个医生看到第二天的太阳。这孩子能成大事，有汤米的影子，查理便把最高机密告诉了他。在酒吧里，汤米召开了亲信会议，能来这儿的都是他信任的人。格拉德对于自己能到场很震惊啊，没想到汤米如此信任自己。片刻后，查理和杜克也到了，会议正式开始。汤米用吉普赛语开了头，格拉德根本听不懂这种语言，芬恩同样如此。虽然是谢尔比家的人，但从小就生活在好环境里，对于二哥的神秘兮兮，菲恩也搞不清楚状况。汤米说自己马上就要去收货款，到时候会跟麦克先碰面，麦克毕竟是家人，会保护自己的安全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让强尼提前出发了，届时自己会离开伯明翰一段时间，需要兄弟们去自己的庄园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走，那个豪宅他以后不会去住了。这次搬运行动由以赛亚全权负责，芬恩仍是一头雾水，但杜克却十分冷静，并用吉普赛语回应了父亲。汤米没有理会菲恩，而是继续安排着行动。庄园地下埋了不少尸体，他还需要兄弟们把这些东西处理掉。格拉德想知道哪天行动，自己好带点妹子去助兴。汤米直接回答礼拜日。
并且话里有话的告诉他，那天所有助兴的活动都靠你了。亚瑟补充了几句，到时候他会和琳达在酒吧庆祝纪念日，自己就不过去充当苦力了。事情说完就准备散会，结果费恩表示妻子不让白天喝酒，汤米一把揪住了他的脖子，要让这个弟弟知道你是谢尔比家的人，谢尔比家的人不被控制。今天麦克出狱了，母亲的死仍然历历在目，这都是汤米的野心犯的错。麦克下定决心要找汤米复仇，亲手杀了他。在那之前先和吉娜发泄了一下，两人没多久就接到了格拉德的电话，对方告知了会议内容，正好为他们下手做了准备。只要按照杰克的意思除掉汤米和亚瑟，谢尔比家族就会瞬间被瓦解。麦克有些犹豫，他只想干掉汤米。亚瑟本质上是无辜的，但自己左右不了美国人的计划，亚瑟是最后一个，其他谢尔比家的人坚决不能杀了。杰克早就和爱尔兰共和军串通好了，汤米拿来货款时直接鸿门宴，亚瑟交给斯温队长解决。汤米在下院见了戴安娜一面，还是为了之前盖房子的事，但这个女人满脑子都是龌龊之事，还想跟着汤米就地解决。他们早就听说丽兹已经离开了汤米，汤米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把资料叠成了飞机扔了过去。盖房子的事就按照纸上的步骤来。正事说完了，汤米就随便了，但必须要在工人党的座椅上办事。保守党他拒绝。戴安娜正想坐到汤米这边，莫斯利就来了，他亲自给汤米送上请柬。过些时间莫斯利会和戴安娜举办婚礼，地点就在柏林，希特勒也会到场，但汤米果断拒绝了，他得去加拿大收货款，这等同于拒绝了法西斯的邀请。莫斯利在此声明了一件事儿，婚前汤米和戴安娜的事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婚后两人再发生关系的话，莫斯利会杀了汤米。对法西斯的痛恨，汤米真想一枪就崩了莫斯利，但现在他还没有机会对抗法西斯，敌人只能一个一个杀掉。麦克和一群冤种抵达了密克隆岛，他们提前为汤米准备了炸药，就放在车上等着他来。麦克这次可谓是必杀汤米，冤种觉得汤米来不了了，这边天气不好，闹了风暴，汤米还是坐飞机过来，在这个不成熟的技术时代，8成可能会死在路上。但麦克不这么认为，他知道汤米一定会准时赴约。正如此，汤米坐在颠簸的飞机上，脑子里闪过各种画面，波利的警告，麦克的反目，女儿的去世，丽兹的离去，以及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。波利说过，这场战争会以汤米和麦克其中一个人的死为结束。飞过上空时，麦克就着手开始准备。波利生前还说过，子弹杀不了汤米谢尔比。麦克把炸弹放在了汤米一会儿要乘坐的车上，定时半小时，到时候会由麦克亲自送汤米上路。炸弹总会比子弹的威力强吧？没多久，一个男人从迷雾中走了出来，汤米抵达了密克隆岛。这次冤种没有出言不逊，全权交给了麦克。在他们看来，汤米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麦克找到借口要让汤米带路去看看鸦片，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他特意要和汤米同坐一辆车，中途借口回酒馆拿东西，然后就坐在椅子上等待炸弹爆炸。汤米却一动不动，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冲击让酒馆的玻璃全碎，屋里的麦克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他自言自语宣布结束，自己算是给玻璃报仇了。麦克走出酒馆，想亲眼看看汤米的尸体，结果爆炸的是冤种的车。汤米毫发无损地持枪对准了麦克。原来早一步抵达这儿的强尼就是汤米的后手，他早就料到了一切，并且让强尼偷偷把炸弹换了位置。这次轮到麦克傻眼了，强尼知道他今天必死无疑了，道了别就离开了。汤米还是想给麦克一个机会，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人，但麦克却表示只要他们还活着，就没有人能有机会。麦克已经执迷不悟了，汤米只说了最后一句话。Well, it was after me. Still visits me in my dreams. She'll visit me no more. I have no limitations. 这场谢尔比家的内战以麦克的死作为了结束。原本麦克胜券在握所坐的椅子上，现在的主人是汤米。一个声音也在这时响起，阿尔菲再次登场。两人的合作十分顺利。如今阿尔菲已经占领了波士顿一半的地盘，拥有了跟杰克的势力硬刚的资本。他还找了个媳妇儿，结了个婚，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这生活一美好，语言大师的劲头就来了。阿尔菲表示，麦克这小瘪崽子已经上了天了，得到了宽恕，但汤米可还没有啊。原以为汤米会跟自己扯皮下，但汤米根本没心思，突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。这世上太多人想杀自己，可到头来自己却死在了自己手中。阿尔菲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他建议汤米把这些真心话去说给在乎的人听。这是阿尔菲作为死过一次的人的经验之谈，而这只是翻盘的开始。以赛亚带人来到了庄园，嘱咐管家别让任何人进来。他们一直等到了晚上，目前庄园处于断电状态，地界还是相当偏僻的，大家可以为所欲为。菲恩和格拉德最后才抵达，
两人还嬉皮笑脸的。虽说以赛亚是这里的小领导，但真正的狠人是杜克。他们把格拉德和菲恩引到了厨房，菲恩一直跟杜克不怎么对付，杜克也没废话，直接汤姆去扫射房间，目的就告诉他们今晚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两个小子针尖对麦芒，今天的目的就是处死格拉德这个叛徒。杜克要求菲恩动手，这也是亚瑟他们的意思，否则菲恩将不再是谢尔比家族的人。从小在剃刀党长大的菲恩怎么能接受一个外人对自己指指点点呢？但他的侮辱杜克并不当回事，只是把枪交给了他，让菲恩杀了格拉德。这格拉德可是菲恩的好兄弟啊，还是最早认可他的人。格拉德怂恿菲恩杀了杜克和以赛亚，菲恩果真这么做了，但左轮里面前2发是空弹。长辈们也料到了菲恩会犯傻，所以杜克才是真正的保护所。男孩抬手一枪干掉了格拉德，并且正式将菲恩逐出了谢尔比家族。离开前，菲恩发誓他会把杜克夺走自己的一切拿回来。谢尔比家的反杀还没有结束，亚瑟的确来到了酒吧，但并不是和琳达庆祝。按照情报，斯文带着几个共和军埋伏在了附近，但大哥今时不同往日，真正的杀神亚瑟回归了。斯文几人带着枪悄悄摸进了酒吧，打算在提前知道的位置将亚瑟击毙。但酒吧里安静的诡异，手下推开门见到的并不是亚瑟，而是查理。亚瑟如鬼魅一样出现在斯文身后，直接将其挟持，瞬间配合查理掌握了主控权。本想在酒吧外面处理掉这些法西斯，却不料对方暗处有狙击手。大哥手臂中了一枪，立刻就跟查理躲在了暗处，双方在这打起了游击战。查理眼疾手快，直接爆头了其中一名法西斯，并且转换站位，试图再次击杀一名。可斯文也不是吃素的呀，几次开枪阻碍了查理。亚瑟有伤在身，敌人完全可以顺着血迹找到他，况且暗处还有枪手埋伏着。查理和亚瑟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不过也因此枪手暴露了位置，这给了剃刀党反击的机会。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得到暗示的亚瑟和查理马上把提前准备好的防毒面具戴上了。贾尔玛则是击毙枪手，投出瓦斯弹，窜飞的味道让其中一人乱了手脚，被贾尔玛乱枪打成了筛子。斯文也在剧烈的咳嗽，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。亚瑟走到他面前，把面具摘了下来。女人贪婪地呼吸着，认为自己捡了一条命。亚瑟告诉斯文，他的名字叫波利格雷，那是我的姨妈，我的家人。说完，一枪击毙斯文，为波利报了仇。最后，汤米引爆了自己的庄园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，他召开了最后一次家庭会议。庄园夷平后，将在同一块土地上修建住房，为穷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。这是汤米作为伯明翰议员该做的事儿，重新回到了吉普赛人最初的生活。马车才是他们的归宿。在座的众人根本没有意识到，汤米这是在做最后的告别。聪明如艾达也搞不懂哥哥到底想的是什么。这次告别，亚瑟缺席了，他怕自己控制不住，给汤米增添负担。有几件事，汤米嘱咐了一下。艾达是家里最干净的人，他适合从事政治工作，摆脱剃刀党刀尖舔血的生活。查尔斯虽然还小，但丽兹将来全靠他照顾了。哥哥越这么说，艾达就越害怕，总感觉汤米是在读遗嘱啊。汤米再坚强也难掩悲伤，转过头快速擦掉了眼泪。他告别了一直默默陪着自己的查理和克林，并在杜克耳边说了几句。这个儿子汤米抱有超高希望。之后不顾妹妹的哭腔，汤米毅然决然离开了家族，一个人在山顶上生活了1个月。只见一只黑色乌鸦应景地飞到了汤米身边，似乎他察觉到汤米很快会变成死人。汤米也不想这么干等着病死，他抛了一枚硬币，结果是自杀。汤米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放在了桌上，桌上还有波利、约翰和格雷斯的照片。再点上最后一根烟，汤米·谢尔比将结束生命。那枚刻着汤米名字的子弹终于要打进自己的脑袋里，他缓缓抬起枪，说出了最后一句话。突然间，汤米听到了女儿的声音，他跑出去和露比抱在了一起。死后能见到她，汤米是幸福的。女儿却不停地告诉父亲，你并没有病，你还需要好好活下去。露比指引汤米点燃了篝火，汤米意外发现自己用来烧火的报纸上面正报道着莫斯利的婚礼，一群法西斯人都参与了，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汤米的私人医生。结合女儿说的话，汤米瞬间就明白了，这医生自然是莫斯利的人。此时他看见上有篝火，命令管家去点火烧了。他不想再看见任何吉普赛人，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汤米冰冷的枪口抵在了他的脑袋上。不仅是这个私人医生，就连医院里的其他人和 X 光片都是阴谋。汤米清楚一件事儿，莫斯利也一定清楚，那就是能杀汤米·谢尔比的人只有汤米·谢尔比自己。莫斯利想用汤米等死的本性除掉他，可惜在最后被识破了。医生还在试图说服汤米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汤米直接让他闭上眼，死亡会瞬间到来。就在此时，
钟声响起11点整，这是一战结束宣布停战的时间，这也是代表着和平的钟声，让医生捡回了一条命。汤米再次回到山顶，马车已经被点燃了，或许这就是命，天不绝他谢尔比。这位白马上的西装暴徒，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。至此，剃刀党剧集全部完结，大结局时长长达1小时20分，堪比一场小型电影啊！太多东西出乎意料，我们最终还是高估了麦克。当然了，剃刀党的故事还没有彻底结束，他将会以电影的方式真正告别。本集不少台词都很隐晦，芬恩并非是莫名其妙被踢出了家族，格拉德的内鬼身份曝光后，之前很多东西就水落石出了，包括第5季结尾处菲恩漏嘴格拉德打电话，这都是害死家人的引线。由于菲恩一直是边缘人，年纪小，没有经历过事儿，跟哥哥们代沟太深，又不需要他为家族做事儿，格拉德作为他的亲信犯下大错，应当受罚。可菲恩却像是个愣头青，嫉妒杜克，袒护罪人，甚至对于血脉至亲扣下扳机，因此他活该被杜克比下去。当然了，年轻一辈结下恩怨，说不准还能有外传看看。汤米的反杀看起来是主角光环，完全没有铺垫，但其实前几季就表现过他的手段。线人关系网并不简单，只是没有花费篇章去解释这些。至于汤米根本没有得病这个剧情肯定是好的呀。5、6两季的反派都是法西斯，真正的决战还没有到来。剃刀党的未来由杜克接手，绝对是年轻一代最好的版本答案。至此，这个系列就 fucking 告一段落了。有缘江湖再见了。